好了，大家，我有机会认真体验了小米预期2天的时间啊。今天的视频跟大家聊一些那些发布会没来得及讲的，以及大家去门店试驾可能没有机会体验到的细节。希望这期视频能够让那些已经订了车的用户更了解自己的小车有哪些玩法啊。至于那些没有订车的用户呢，大家可以先收藏一下，明年再看，不然都忘了。今天这期视频呢会包含4个部分，分别是主机新功能、天际显示屏、全新的车内接口以及全新的智能硬件。我们先说这一次的车机新功能。第一个升级是小爱现在变得更强了。这一次小爱的第一个升级呢，就是支持了在车外它布置了8个麦克风，我可以在车外直接呼出小爱。小爱同学，打开后备箱。然后比如说你手里拿着东西啊，然后放进去。除了支持后备箱直接用语音来进行开关之外，前备箱也可以支持。比如说小爱同学，打开前备箱。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小米15S Pro 或者 iPhone 这种支持超宽频的手机，那么只需要你拿着手机在这个车前1米停留3秒钟，那这个时候它感应到你了，它也会自动打开前盖或者后盖。除了以上我提到的几个功能，这次还对 Action Button 也支持了定制。就如果你使用 iPhone， 比如说我现在把开前备箱这功能就定制在 Action Button 这个按键上了，那这个时候我只需要长按，哎，它就打开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一次支持在大众点评的界面直接小爱语音去提问，就可以实现导航地址的收发，发送给车机。发送成功。看到了吗？现在就是从大众点评的一个页面直接流转成了车机的地图导航信息了。车机部分的第2个升级就是对苹果设备再次进行了支持优化。首先支持了移动版的 Apple Music， 也就是说现在你可以不连接 CarPlay 的前提下，直接使用车机上的 Apple Music 进行听歌了。相比于 CarPlay 版本手机无线传输的那个 Apple Music 音质，车机自带版的应用是拥有无损音质的，也就是说听歌的效果会更好。第2个对于苹果用户的升级呢，是现在 CarPlay 支持小窗模式了。在速七时代，CarPlay 只能以全屏显示，那么用户要么选择 CarPlay， 要么选择车机，这是一个2选1的功能，就不能兼顾。而现在用户可以把 CarPlay 放在小窗模式在旁边，你想用哪个地图就用哪个地图导航，你想听哪个音乐就用哪个 App 播放。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现在虽然车机版本支持了 Apple Music 的播放，但是它还没有办法调用全车25个扬声器实现全环绕的杜比全景声。而 CarPlay 版本的 Apple Music 呢，虽然说它不能实现无损音质的传输啊，但是它可以调动全车所有电声器，实现最环绕的杜比全景声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这个天空声道，我把麦克风放过来。所以说CarPlay 这个，每当我以为有一个技术更新就要使 CarPlay 走向历史的时候，它突然又给你来那么一个技术小细节，让它告诉你说，哎呀，还是有点东西的。另外，对于 iPhone 用户，现在支持控制中心和锁屏界面的小组件了，你可以快速控车以及查看车辆状态。第3个车机系统更新呢，是这一次支持了在主屏幕上下拉实现控制中心，然后里边有一个驻车空间，有一点像手机上的那个专注模式。就是在这个空间里呢，你可以去激活不同的场景。小气模式中呢，它会有一个午睡闹钟，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白噪音，同时还有一键开启宠物模式。开启宠物模式的时候呢，车内的这个喇叭呀、屏幕啊都会被锁定。露营模式呢，就是它可以提前设置好你回去的电量，防止你睡一觉醒来之后车开不回去了。第4个车机升级呢，是这一次支持同时连接多个小米设备了，你可以快速的在左下角调出手机，然后看一眼手机屏幕的信息，然后你可以再切换到2排的小米平板，比如说帮父母去调一下空调温度开一下座椅加热呀，或者选一个他们最爱看的电视剧或者电影啊。预期它这个2排呢是已经支持了小米平板的那个支架，而且可以直接给小米平板进行供电。iPad 的话也可以放到这个支架里实现一个固定，但是没有办法直接供电，但是你接一个 USB-C 接口就可以给它充电了，那个接口都已经预留好了，还是很贴心的。我觉得把2排的影音需求模块化实现，去降低用户使用娱乐屏的成本，这也是数码厂商在进入汽车领域之后一个先天优势吧。比如说我如果要看电视的话，会把这个座椅稍微调整一下，你看它这个不是可以拿下来的吗？我会把这个座椅稍微向前，我觉得这个距离吧，这个距离会比较合适。所以大家可以判断一下，就如果你们前排副驾不坐人或者说前排副驾
是一个身材比较娇小的这样一个副驾驶员的话，那么这个平板用来日常看视频，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如果前排坐的是一个比较高大的乘客，他的座椅是需要比较靠后的，那么这个平板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放缓购买计划。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呢，说说全景显示屏的使用细节。目前小米给出的方案呢，一共有5个，分别是仪表、媒体、时钟、地图以及实用。第一个仪表盘的话呢，那按照法律法规，它是可以放在驾驶员正前方，也可以放在这个3块屏幕的正中央的，但是不能移动到右侧。另外有4种不同的仪表盘设计，包含驾驶模式啊、时速啊、限速标识和剩余里程4个信息。4个模块当中，只有第一个是独占不同模式下的仪表盘设计的，其他几个最多就是色彩改变。哦，这是运动增强，这是运动模式。舒适模式，至于另外3个呢，就没有这种效果了。比如说现在这个舒适模式，其他的就只是单纯的用颜色来进行一个区分。媒体模块3种不同的声波效果，区别其实不是特别大。放歌的时候会有歌词显示，氛围灯呢会根据专辑封面颜色提取颜色，然后同时跟着节奏进行律动。停车状态下，音乐 App 全屏打开会进入一个 K 歌模式啊，有那种特别炫酷的歌词动效。时钟模块的实际测试，第一个模块对时间的辨识度应该是最高的，第2个和第3个这种有小动物的呢，就是非常可爱了啊。时间识别度上是要弱于第一个的，注意力会被这个小家伙所转移走。这个水獭呀、海水豚啊，它们都是特别毛茸茸的小动物，会自顾自的做一些小动作。另外，当你驾驶转弯的时候，它会根据车辆的加速度有一个类似于甩飞和倾倒的特效。不过我看了一下，水獭的那个甩飞的角度好像有点不准确，对不对？它是应该是往靠近驾驶员的这个方向向内甩啊。水豚这个栽在身子的小特效就非常准确了，我好像更喜欢水豚这个。全景显示屏的第4个模块地图模块，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用户非常关注的，毕竟这一次它的使命是替换掉那个抬头显示 HUD。那么它的实际表现如何呢？实测地图模块呢，它从左到右分别显示的是路口距离、小地图、红绿灯倒数、剩余时间、到达目的地时间、目的地名称。在路口的时候会有一个放大路口的路线指引图。从驾驶位看的话呢，肯定是没有速七那种 HUD 纵向面积那么宽阔，但预期全景显示屏它的优势呢，就在于对比度极高，亮度极高，不会像 HUD 一样被强光啊或者白色背景啊所干扰到看不清。所以这2种技术路线呢，没有一个绝对的优和劣啊，大家结合自己使用需求进行选择就好了。全景显示屏的第5个模块呢，是一个实用模块，可以显示你个实时功耗，感觉好像是给自媒体拍视频用的。另外在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就是我可以在打转向灯的时候，把转向灯侧面的那个画面去集成到你的全景显示屏当中。这里你可以选择放在仪表盘左右显示，也可以选择放在全景屏左右去显示，也可以选择放在大屏幕去显示。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是全景屏最右侧，虽然说它很符合大家看右后视镜的这种视觉逻辑，但是因为它本身窗口就不大，加上距离驾驶员又比较远，所以我的话有点看不清。我个人呢会选择放在正前方仪表盘左右，或者说放在车机的主屏幕上。最后我来说一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使用全景显示屏真实上路的一个感受啊。首先它的投影位置要比我预期中远啊，我自己一开始一直以为可能就在前风挡的位置，但是自己开过之后才发现它应该是在实际投影位置在前车机盖的1/3左右吧，这样就能够减少日常在驾驶的时候眼神在前后圆点和这个屏幕之间前后切换的一个频率。另外因为它有这一趟黑色的面板，几乎不会受到干扰，就是可靠性安全性非常高。第3个，这个仪表盘组合还不够丰富啊，比如说天气，对不对？这个模块肯定会有吧。外出的时候紫外线的指数，或者说下雨的频率，这种驾驶出行的场景应该非常常用。所以我很期待小米之后能够带来比如说天气模块、地图模块更多的实用模块。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聊聊小米预期的装修环节。这一次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小米在车底前方预留了2个1/4镂孔。这2个镂孔呢，主驾和副驾前各有一个，而且这一次最好的一点就是它支持了从镂孔进行供电啊。小米顺势推出了2款车载支架，一款呢是磁吸版，另一款呢是背夹式，2款都拥有可旋转的球头，安装极其方便，直接拧上就行了。如果你用的是 iPhone 或者说是那些支持 MagSafe 手机壳的安卓手机，你可以通过磁吸固定，然后直接实现无线充电。背夹式的车载支架呢，它是左右联动的夹子，所以你不需要双手很费劲的掰，一只手就能够放下拿取。在这里，其实我在没开车之前，我有一个担心顾虑，就是因为它是给手机持续进行无线供电嘛，那它没有这个位置的那种风冷散热，手机会不会冲着冲着就变很烫，然后也充不进去电，然后手机又变得很热呢？这个位置我实际测试了一下，只需要我们把这个空调稍微往这边吹一吹，你会看到那个手机的温度立刻就下降了，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日常你把 iPhone 放在那里充电的一个发热情况。
手机支架它的核心啊，其实不是用手机看导航，而是说怕错过一些重要的信息。有的时候你稍微开的比较远一点，你开1-2个小时，那现在把这个手机放在你的侧边缘，来消息了，你都不用盯着看，你只要瞄一眼，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在方向盘左边有一个特别好的点，就是它能够保护驾驶员的隐私。因为如果你放在这儿的话，那如果你车里有其他的不熟的朋友啊、同事啊，他们也会看到你的手机啊，就没有那么安全感觉。这2个1/4裸孔还可以接，比如说 Insta360啊或者大疆啊一些摄影器材，预期自带流量，你这不能浪费啊，对不对？榨干它，万一你接着这2家厂商的广告了呢？第2个想分享的装修小配件就是这个小家伙 ，AI 交互传感器。这个小玩意儿，你可以通过不同手势来实现各种自定义功能啊，你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比较复杂。小米呢给出了默认6种手势的识别，比如说我现在在驾驶啊，这个时候如果看屏幕呢，会觉得有一点点分神，我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吗？这里音乐就可以自动播放了。然后比如说我想听下一首，看到了吗？这个手势，当然这怎么少一个手指，对不对？它是快速激活手机。比如说我们在导航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时候突然想看一下地图全览，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伸出5指。啊，但是它怎么是4指？小米故意的还是不小心？你几乎在驾驶的过程中啊，不需要转移视线方向，不需要盯着方向盘的按钮，只靠隔空手势就能够快速的实现音乐的切换和暂停。这个小家伙，我觉得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会出现误识别啊，因为我自己测试，确实它有出现误识别的场景，因为它的角度比较广，而且它的距离也比较长。我有时候坐在2排要测试一下，它也会出现一个识别。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小米可以在算法中啊，把这个手势识别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停留3秒，就是你确定你发出这个姿势之后，再进行识别激活。这样的话，我认为就是一个更合理的，或者说更能减少误识别的一个操作了。第3个跟大家分享的装修配件是车后方啊，增加了一个电动滑轨。小米在2排车座后边增加的这个滑轨呢，然后可以通过磁吸供电的形式实现丰富的智能配件组合。比如说，官方推出了一个磁吸灯，你只需要吸附在轨道上，就可以和车机打通。你可以去调这款灯的色温、亮度，也可以让这款小灯和后备箱进行联动。第4个装修配件，4K 摄像头。哦，原来它是360度的。能看到吗？比如说妈妈自己带孩子，把孩子放在2排的儿童座椅上，开车的时候，孩子有什么哭闹，就可以直接查看状态。小爱同学，在。打开云台摄像头。云台摄像头已经打开了。比如说开启宠物模式，把小宠物自己留在车上的时候，可以远程打开摄像头，快速查看小家伙在车内的状态，减少不必要的担心。哦，你会发现原来小宠物自己正在看视频，正在看电视呢。如果车内没人，那么被授权的用户可以一键查看车内视频，但如果车内有人，想远程查看车内视频的时候，则以视频通话的形式，车内的人必须在主屏幕接听，摄像头才会开启工作。家里人的隐私也是隐私啊。在这位置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大家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如果我2排的这个扶手是处于抬起的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你会看到有一个位置遮挡视野，所以如果你想通过它去查看全车，尤其是2排小朋友，那么我建议你日常就把这个扶手给它放下来，以一个4人乘坐位去展示。在这个滑轨上呢，小米还单独搭配了供电接口，自带2个 USB-C 接口啊，单口支持最大100瓦的供电，同时通过磁吸、卡扣和螺丝的固定，静态状态下最高可以承重40斤。所以官方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在后边接了一个投影仪，然后你去露营的时候打开后备箱，那投影仪直接投放在那个幕布上。但我跟官方说，你要这么设定的话，那你另一个接口就得接一个米家电蚊香啊。我觉得这个供电模块就是它可以通过磁吸供电实现千变万化的组合。小米的野心就是通过这个模块把米家商城搬进预期。第5个装修配件，这个纸巾盒。这个纸巾盒呢，它是根据预期内饰颜色进行匹配的。比如说我这台是灰紫色的内饰，就搭配了一个紫色的纸巾盒。纸巾盒的质感也不错，是那种硬中微微带有弹性的手感。小米专门为这款纸巾盒呢，在这个中控屏后边开了一个槽，而且最有趣的是，这个凹槽和纸巾盒中呢，都分别加入了磁铁，就通过简单的磁力吸附，实现不伤车的前提下，纸巾盒能够牢靠的固定。不只是纸巾盒啊，小米把现在这个墨镜盒也增加了磁吸，你可以吸在下方，也可以按照我们传统习惯吸附在驾驶员正中央这个位置。大家觉得这2个位置哪个更好一些呢？磁吸加蓝牙加车载供电是我认为小米对于现在智能车机的一个全新思考。而在这3个维度之下，今天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个人认为最值得推荐、最有趣的一个车载配件，就是这个小小的
物理磁吸按钮。如果我把它单独放在手上，它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按钮啊。但是，一旦这个小家伙和系统相连，它就变成了一个智能按键。注意，这个小家伙它的磁力极强，能够保证日常驾驶的时候完全不掉落，同时你想取下来的时候呢，又非常轻松。小米在预期中增加了很多磁吸点位啊，比如说这里、这里、这里、这里以及这里。首先，这个小按键你可以通过设定单击和长按实现车内几乎任何一个指令。除了默认的一些简单操作，预期上还新增了一个 HyperTask 的自动指令。你可以把你所需要的所有指令都融合到这个按键上，而且这个 HyperTask 即使你不用这个物理按键，通过语音也可以快速的激活，相当于给用户自己选择了。比如说一些简单的 HyperTask 动作，我可以设置成这个按键负责副驾驶座椅前后调整。好了，大家注意啊，我现在按一下，灯亮，然后这个座椅看到了吗？就按照我自己设定的，相当于给二排最大空间的一个角度，我想给它调整回来，这时候我只需要长按。哎，其实这个功能你通过语音啊，或者通过二排的小屏幕也可以进行操控，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如直接按一下这个小按钮来的更加直接。那一些更复杂的 HyperTask， 比如说我设定当我按下这个按钮，全车的车内灯光点亮，就和你回家开灯效果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啊？就有的时候我回到地下车库或比较昏暗的环境中，想在二排找些东西。那个光线就很暗，怎么找也找不到，然后我需要一个一个灯打开。那这个时候，你看我把这个磁力小按钮放在这里，我只需要点按一下，哎，你会发现全车的灯都一起亮了，就连我外加那个磁吸灯它也跟着亮了。然后走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直接锁车，它也会自己关闭，你也可以长按给它关闭。你也可以把这面按键放在驾驶员头顶的位置，比如说爸爸在开车，那二排坐的是妈妈和孩子，本来就很开心的听音乐啊，然后导航也在很详细的播报路况啊。这个时候妈妈说，哎呀，孩子要睡着了，你把声音调小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宝宝睡了的场景，实现只按一下关闭灯光、关闭音乐、调小导航音量，导航播报从详细改成简洁，并且导航声音从音响转到头枕发声。我只需要按一下这个钮，瞬间所有光线全熄灭了，然后导航现在转成了头枕去发出声音。然后比如说你妻子跟你说现在孩子睡醒了，你可以继续听歌了，我只需要长按。怎么样？就是它不需要你一个功能一个功能下达指令，也不需要你一级一级菜单去翻，你只需要按一下就能够实现所有功能的联动。第二个优势呢，就是在于它的静谧无声啊，就很多时候你可能在车内不那么方便去发出语音指令的前提下，这时候按一下就可以完成所有指令的分发。这枚按键不只是可以联动你车内的各种功能，你还可以联动你家里的米家各种设备。比如说你还有10分钟到家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一下按键，实现家里的空调打开，然后家里的灯打开，对吧？迎接你的归来。你也可以把这枚按键拿回家，通过 3M 胶，比如说粘在出门的时候门口那个开关那个位置，这个时候只需要按一下按键，你的车内空调就可以自动的开启。这些场景真的千变万化，每个人的不同需求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小家伙快捷的搞定。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小米所提出的那个人车家理念，其实不只是人车合家了。小米是希望通过能把车慢慢的变成人的第二个家，或者说在车内实现和在家里一样的各种智能功能。另外这2天体验下来，我的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小米很尊重不同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说通过各种磁吸啊、机械按键零件的配搭呀，去解决传统的机械按键用户和新时代的简洁大屏虚拟按键用户他们之间的一个不同使用习惯的矛盾。比如说现在所有人都在说 CarPlay 它的好用程度已经不如智能车机了，但是小米还在认认真真的做 CarPlay 的适配。就是每个人的使用习惯不一定是最高效的，但一定是他本人最熟悉的。而在这个有一些矛盾的模糊空间之中，每一个用户都是小米想争取的对象。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时间有限，我尽可能的挖掘出更多的使用场景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